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强少，欢迎收看《主望云霄》。最近，美国众议院干了一件非常坏的事儿，值得我们关注。7月28号，美国众议院以217票赞成、212票反对，正式通过了2022财年国务院对外事务及相关计划拨款法案，它总金额高达822.4亿美元。该法案中呢，采纳了许多反华议员提交的一个修正案，说禁止美国行政部门花钱制作、购买或者展示任何将台湾地区划成中国一部分的地图。这个法案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据说该法案目前已经被送到美国参议院进行审议。那么一旦两院获得通过，那么之后呢，这个法案将送到美国总统办公室，等待拜登签署后生效。众所周知，地图历来是一个国家宣示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达形式。近期美国 NBC 奥运频道在转播过程中为中国代表团配上地图时，竟然使用了一张不完整的中国地图，已经触碰到了中国人民的底线。而美国众议院的法案虽然现在还没有约束力，但是同样是挑衅行为，而且呢将会造成更为恶劣的后果。美国的印太代表刚刚说呢，不支持台独，包括谢尔曼来华访问时呢，也重申了这一点。那么，美国众议院为何要通过禁止美国行政部门花钱制作、采购或展示任何将台湾地区划成中国一部分的地图的法案呢？这个性质是非常恶劣的。我们知道，过去美国所公布的世界地图都是把台湾划入到中国领土，不要说现在，哪怕是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的地图，台湾都是包含在中国的领土范围之内的。美国众议院通过这个法案，可以说性质是非常恶劣的，它已经踩踏了中国的底线。那么最终这个法案有没有可能在参院通过，并且被美国总统批准呢？这个呢，我们还需要密切关注。因为目前呢，众议院所通过的这个法案需要进一步在美国参议院进行审理，它通过之后才有可能提交给美国总统。那么美国总统签订了，它才会生效。因此，不管这个法案通过没通过，它的目的和企图是非常明显的，就是明显的挑衅中国，并且制约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。可以说，这个法案是美国反华议员所操控的一个结果，而且它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，美国政坛内的一些政治人物把反华当成政治正确，当成他们拉选票的一个政治手段。那么，拜登政府如果要想改善中美之间的关系，将会遇到更大的阻力。拜登政府最近呢，已经释放出了一些和中国对话的和改善关系的一些信号，不管它目的出自何处啊，比如说希望能够双方在经济上展开相应交流，来缓解美国现在的经济压力。那么这些改善关系的信号刚刚发出，紧接着美国众议院就通过了这样的一个议案，这对破坏中美关系缓和的意图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。那么美国众议院所通过的这个议案，对台湾地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？一些绿营的议员和政客好像癞蛤蟆被打了气儿一样，现在呢又开始蹦蹦跳跳了。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借助这样一个所谓的法案的通过，这个给自己打气儿呢？是因为最近台湾地区的民进党当局的综合表现呢极其差劲，无论是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，还是面对灾情方面，民众呢都很不满意。那么在这种民意低下的这个情况下，美国众议院所通过的这个法案呢，可以说给他们打了一剂强心剂。但是不管这个法案能不能通过，最终说了算的不是美国政府，不是美国政客，更不是台湾的个别台独人士，真正说了算的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。通过搞这种小动作，想分裂中国，这个目的
永远是不可能达到的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